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不谈高深的玄理，要来进行一场生命终极关怀的深度讲座。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许多学佛人、念佛人心中常常浮现，甚至常常感到焦虑的一个大哉问。我懂的佛理不多，烦恼也很重，我这样单纯念一句阿弥陀佛，到底能不能去极乐世界？为了把这个攸关生死的大问题彻底说清楚，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进行最完整、最深度的剖析。我们将从净土宗的历史与核心教理谈起，带您领略祖师们的智慧。接着，我们要深入探讨佛教生死学中关于临命终时神识脱离与四大分离的微观变化，这对每一条生命来说都是极关键的考验。再结合现代安宁医疗的实务，以及中阴身的救度，最后透过真实的公案与科学观点，为大家建构一套最完整、最让人安心的临终与往生助念指南。请大家放松心情，静下心来，跟着我一起走入这场生命终极关怀的探索之旅。第一章，净土宗的核心教理，他立本愿与凡夫入报。首先，针对我这样念佛到底能不能去极乐世界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给各位一个非常肯定、100%的答案。只要您具备真信、切愿，并且老实念佛，您绝对能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这不是给您盲目的心理安慰，更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着极为深厚的佛法教理作为强大支撑。在中国佛教史上，净土法门之所以能够如此普及，我们必须感恩几位伟大的祖师。早在古印度，智慧第一的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的易行品中，就最早为我们点出了难行道与易行道的分别。什么是难行道？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五浊恶世，无佛之时，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断除烦恼，这就像在陆地上步行跋涉一样，一步一脚印，步步艰辛，随时可能遇到障碍退转，这叫自力。而什么是易行道？就是以信佛的因缘，发愿往生净土，乘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这就像在水路上乘船一样，轻松安稳，日行千里，这叫他力。到了北魏时期，谭鸾大师为《往生论》作注，进一步发扬了这种二力二道的学说。谭鸾大师举了一个非常生动，连凡夫都能懂的例子，就像一个猎夫，身体瘦弱的人，他连骑驴都骑不上去，但这时候他如果跟随着转轮圣王，就能乘着虚空游行四天下毫无障碍。这就是他力不可思议的展现。谭鸾大师首次将阿弥陀佛的信仰与持名念佛完美结合，使持名念佛成为一种独立而且具备高度可操作性的修行方法。继谭鸾大师之后，唐代的道绰大师在《安乐集》中进一步提出了圣道门与净土门的划分。道绰大师深刻地指出，在末法时代，距离佛陀已经非常遥远，我们众生的根基愚钝，理深解为，如果依靠圣道门想要正果，实在是难上加难，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而真正将净土宗发扬光大，被后世公认为净土宗实际创立者的是唐代的善导大师。善导大师被尊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他撰写了著名的《观经四帖书》，这部著作被净土宗13祖印光大师誉为净业行人之指南针。善导大师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佛教思想走向的观点：凡夫入报。在当时，许多大德认为，极乐世界那么高妙，充满烦恼的垢障凡夫怎么可能进得去？善导大师明确回答：若论众生垢障，
时难兴去，正由托佛院以作强援，致使五成其入。意思是说，如果单看我们凡夫的罪业与烦恼，那确实连极乐世界的边都沾不上。但是我们凭借的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强大愿力作为依靠，所以无论是凡夫还是圣人，都能齐步进入弥陀的报土。阿弥陀佛在因地作法藏比丘时，发下48大愿，其中最核心的第18愿明确承诺：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阿弥陀佛将他一切的修行、一切的功德，全部浓缩在南无阿弥陀佛这6字洪名之中。只要众生称念他的名字，下至10生，成佛愿力，就必定往生。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本愿之念佛者，独立不插住也。善人即以善人念佛，恶人即以恶人念佛。无论你是善是恶，只要你肯念佛，阿弥陀佛绝不嫌弃，一概接引。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公案，唐朝的张善和。张善和一生以杀牛为业，是个标准的屠夫。到了临终的时候，地狱的香现前了，他看到无数的牛头人来向他讨命，吓得全身发抖，大喊救命。这时刚好有一位出家人经过，告诉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张善和大声称念阿弥陀佛，1声、2声、3声，念了10几声之后，他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说完安详往生。这个真实的例子证明了，即使是造作极重杀业的人，在临终10念甚至1念，只要具备头脑清楚不迷惑，遇到善知识提醒，立刻相信并发愿求生这3个条件，依然能够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张善和的例子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连屠夫都能去，何况是平时愿意向善、愿意念佛的我们呢？第2章，死亡的真相与4大分离的考验。既然我们知道念佛决定能往生，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临终助念呢？为什么很多学佛人平时念佛念得很好，临终时却手忙脚乱，甚至去不了极乐世界？这就必须从佛教的生死学与现代临终精神医学来深度探讨。生命走到尽头时，会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佛教称之为4大分离，也就是构成我们肉体的地、水、火、风4大元素开始崩解。的大分离时，人会感觉像被高山压住；水大分离时，会感到如落入冰水般寒冷；火大分离时，如同烈火焚身；风大分离时，则感觉如狂风吹刮，气息急促。这种解之节的痛苦，被古德形容为生龟脱壳，风刀解体。这是一种凡夫极度难以忍受的折磨。瑜伽师的论中对人临终时的身心状态有极为精细的描述。论中提到，人的死亡依照心态可以分为3种：善心死、不善心死、无记心死。第一种善心死，人在将要命终时，自己能回忆起生前所修的善法，或者由旁人提醒他回忆，这时信、精进等善心所现前。善心死的人是安乐而死，临终时没有极重的苦受逼迫，而且会看到不杂乱的安详色相。第2种不善心死，临终时回忆起生前的恶法，或者由贪、嗔等不善法现行。不善心死的人是苦恼而死，临终时会感受到极重的痛苦逼迫，甚至会看到变怪、纷乱的恐怖相。第3种无记心死，临终时自己无法回忆善恶，也没有旁人提醒，糊里糊涂的死去。瑜伽师的论更点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现象：诱诸众生将命终时，
乃至未到昏昧想味，常时所习我爱现行，由此立故为我当无，便爱自身，由此建立中有生报。意思是说，众生在临终还没完全昏迷前，长久以来累积的我执与贪爱会强烈现前，因为觉得这个我快要消失了，所以对这个身体，对这个世间产生极大的贪恋与不舍。正是这种强烈的执着，导致了我们继续在六道中轮回受生。在医学上，当病人的心跳、呼吸停止，医生就会判定为临床死亡。但在佛教看来，这只是看似断气，实际上亡者的内息尚存，他的神识，也就是俗称的灵魂，佛教称阿赖耶识，还在体内，尚未完全脱离肉体。这个神识脱离的过程，通常需要8到12个小时，有时甚至更久。在这黄金的8到12小时内，亡者的神识处于极度敏感，甚至是痛苦的状态。任何微小的物理碰触，对亡者来说都如同生龟脱壳般，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剧烈痛苦。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去搬动他的身体，帮他洗澡换衣服，拔除管线，甚至将遗体立刻送入冰库，亡者会因为感受到极大的痛苦而升起强烈的嗔恨心。嗔恚心一升起，这股强大的负面能量会瞬间将亡者牵引堕入恶道。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净空老法师曾说，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临终时在旁边嚎啕大哭，难分难舍，这会让亡者产生对亲情的留恋，把他一生的功夫都破坏掉。也有人在病人一断气就进行急救，这会让病人痛苦到极处而生怨恨，一急就等于是送他到地狱去。这就是为什么净土宗极力提倡临终助念，并且严格规定断气后8小时内绝对不可触碰遗体。这8个小时是决定亡者超生或堕落的黄金救援时间。第3章，临终助念的食物与护持正念。既然这8到12小时如此关键，我们身为家属或莲友，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助到临终者呢？临终助念，顾名思义，就是帮助他提起念佛的正念。第一步，善巧开导，万缘放下。在病人神智上清醒时，我们应该以同理心、柔和的语气来开导他，不要说那些你会好起来的空洞安慰话，而是要直接了当地告诉他，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过程，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什么都带不走。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对家庭、财产、亲情的所有牵挂全部放下。如果病人对眷属有牵挂，我们要告诉他，你只有往生极乐世界，获得了佛菩萨的神通道力，你才有真正的能力回来照顾、帮助你的亲人，这样才能让他将亲情转化为法情，安心求往生。第二步，营造清净的念佛磁场，严禁哭泣。在病危及断气后，病房或家中必须保持绝对的安宁，家属千万不可以在床前哭泣、哀嚎，或者讨论财产、后事等俗事。眼泪与不舍是亡者往生最大的障碍，一动感情，情执一升起，就被拉回六道轮回了。如果家属真的控制不住情绪，请务必暂时离开现场，等情绪平复后再进来念佛。现场只能留下一句清净的阿弥陀佛佛号声。第三步，专一持念4字洪名。在临命中这生死交关的紧急时刻，我们助念到底要念什么？印光大师与莲池大师都有过明确的指示，不要念经，不要念咒，连往生咒或地藏经都不要夹杂，就单单念一句阿弥陀佛。而且最好是念阿弥陀佛4个字，不需要加南无。莲池大师说，南无是客套话，
是皈依的意思。对于真正决定要往生、急迫要脱离轮回的人来说，客套话全免了，直截了当抓住这4个字，力量最强大，最容易跟随。可以使用念佛机辅助，但家属一定要在旁边跟着出声念，因为活人有心力，念力即光明，念佛时会放光辟邪，纯靠机器是没有这种精神感应的。第4步，应尽现前的防护人在弥留之际，也就是临终前几天，往往会出现应尽现前的状况。病人可能会说，我看到过世的阿公来了，我看到某某人站在门口。地藏经告诉我们，这绝对不是真的亲人来迎接，而是亡者的冤亲债主变现成家亲眷属的模样，来诱惑他，带他走，准备报复算账。这时候，旁边助念的人千万不能顺着他的话说，必须立刻在耳边坚定地开示，某某居士，不管你看到什么亲人、什么境界，甚至看到其他佛菩萨，一概不要理会，只要不是阿弥陀佛，都不能跟他走。你现在专心跟着我们念佛，等阿弥陀佛亲自来接你。第5步，争取安宁权与现代医疗的变通。前面提到，断气后8小时内严禁触碰遗体，但在现代医院往往面临极大的困难。现在的医院，病人断气10分钟后，可能就会被要求移出病房，送入太平间或冰库。这该怎么办？首先，如果研判病情确难救治，最好当机立断，签署不急救同意书，并在断气前提前办理出院，将病人接回家中或安宁的场所，这样最能保证助念的圆满。如果真的在医院断气，且受限于院方规定必须移动大体，我们应该采取中道、善巧的变通方式。如果在移动遗体前，务必轻声柔和地告诉亡者，某某居士，现在因为医院规定的关系，我们必须帮您移动身体了，请您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生气，请您忍耐一下。先给亡者心理准备，同时在移动的过程中，家属必须大声念佛，用佛号的能量稳住亡者的心念，陪伴在侧，帮助他提起正念。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引导，以佛号护持，就能将伤害降到最低。同时，尽量与业者协调，千万不要在刚断气就送入冰库。若怕遗体有异味，可在周围放置冰块降温，或点檀香。世会开法师曾分享过一个案例，一位徐老居士在安宁病房弥留，已经无法言语。法师靠近他耳边，告诉他世缘已满，家人都在身边陪伴，请他放下牵挂，跟着念佛机的声音在心中默念。徐老居士虽然无法说话，但身体出现了激动的抖动反应，表示他听见了并接受了引导。家属随后轮班专注为他念佛，隔天凌晨，徐老居士便安详摄报往生。第4章，中阴身的救度与悲伤疗愈。如果在临终的那一刻，亡者因为业障深重，牵挂太多，或者没有人助念，导致他没能成功往生极乐世界，那是不是就彻底没救了呢？佛教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断气后，会进入为期49天的中阴身阶段。这时候肉体虽然败坏，但神识依然存在，而且感官敏锐度是生前的许多倍。中阴身每隔7天，就会重新经历一次死亡的痛苦。在这个阶段，亡者就像在无边的黑夜中迷航，极度彷徨无依。这时候，杨氏家属为他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的超荐，对他来说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在中阴期，亡者会看见各种心事投射出来的强烈幻境，我们必须透过中阴导视告诉亡魂，某某居士，你现在已经没有肉体了，你看到的阎罗鬼族
牛头马面追杀，或者美丽的树林、动物，这些都是你过去业力变现的幻觉，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靠近。当你看到暗淡、柔和，甚至令人感到喜欢的光，千万不要投入，那是六道轮回的诱惑陷阱，一旦靠近就会堕入恶道受苦。相反的，当你看到百千颗太阳般强烈、刺眼的红色或白色光芒，甚至伴随着巨大的雷声，不要恐惧，那座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星光。请你毫不犹豫地、勇敢全身投入那强烈的佛光之中，跟着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中阴身能往生吗？答案是肯定，100%的。净空老法师曾分享过一个极为震撼的真实案例。一位胡居士的母亲，一生从未接触佛法，甚至认为女儿学佛是迷信。她过世后，胡居士等300多位莲友在善果林为她举办了49天的日夜不间断念佛与30系念法会。这位母亲的中阴身知道自己过世了，透过灵媒传递讯息，惊讶地问：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莲友们便借机向压的中阴身开示佛法。2周后，他再度附身说：我现在不要听经了，我要念佛求往生。到了第7个7圆满的那天，他最后一次附身告诉大家，他已经蒙阿弥陀佛接引，下品终生极乐世界了。这是一个生前完全不信佛，死后在中阴身期间，因为家属的至诚助念与开示，最终成功往生极乐世界的铁证。这份慈悲超度无与伦比。这也告诉我们，身为家属，在亲人过世的49天内，全家应该如素，禁止杀生祭拜，并把所有丧葬费用节省下来，为亡者印经、放生、供养三宝，每天将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因为《地藏经》说，家属造的功德7分之中，亡者的1分，家属自己得6分。而在这整个助念与超荐的过程中，其实也完美契合了现代心理学的悲伤辅导机制。家属在庄严的念佛声中，将对逝者的极度不舍与情执，转化为对他往生净土的灵性祝福。原本充满负面、绝望的死亡，被重塑为去极乐世界做佛的喜事。家属在利他的助念行动中，自己也走出了失去亲人的悲痛，重建了生命的价值，这正是生死两相安的最高境界。第5章，冤亲债主的化解与感应事迹。遇到了情况，助念者与家属绝对不能对这些冤魂起对立心或恐惧心，而是要以极大的慈悲心，代替亡者向冤亲债主求忏悔。我们可以这样开示：累世的冤亲债主们，阿弥陀佛，过去某某人因为愚痴伤害了你们，今天他已经面临生死的关头，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纠缠，双方都无法解脱。今天我们将念佛的殊胜功德全部回向给你们，祈求阿弥陀佛的慈光加倍，请你们放下仇恨，跟着我们一起念佛，阿弥陀佛同样会接引你们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痛苦。广兴法师曾记录过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事证。2006年，法师在宜兰举办大型超度法会，在扩音器里竟然抢先传出亡灵清晰响亮的声音，连续2次回答，连续2次，震惊全场。这证明了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万德洪名具备着不可思议的法界能量。只要至诚恳切，一句弥陀就是斩群邪的宝剑，是破地狱的猛将，是出轮回的近路。各位朋友，生老病死是每一条生命都必须面对的终极课题。死亡不应该只是一场充满恐惧、插管、电击的医疗无奈，
也不该只是一场充满哭泣与繁文缛节的世俗丧仪。透过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明白了一件事，也解开了心中那个大哉问：我懂得佛理不多，烦恼也很重，我这样念佛，到底能不能去极乐世界？答案是，只要您真信、切愿，您绝对能。但是，这个能，建立在一个关键的前提上，我们必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守住那一念阿弥陀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临终助念的原理与实务。我们现在就要把念佛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来练习。平时看破世间的虚幻，放下对亲情、财富的深深执着，把心安住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上。当无常来临时，我们才能从容不迫。同时，把今天学到的助念观念带回家庭。当我们的挚爱面临生死关头时，我们不要用眼泪和无效的医疗去折磨他们，而是要用最坚定的佛号声、最柔和的开导，为他们在迷茫的生死苦海中搭建起一座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金色长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一句万德洪名中找到生命永恒的归宿。花开见佛，生死两相安。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